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到12点，是1个小时的直播。因为这个周五是复活节假期，美股是休市的，所以说我周五的直播就取消了。那么今天的直播就从30分钟变成1个小时，这样的话可以能够更多的分析大家关心的股票。那么，请大家在提问的时候，把你们关心的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就会不容易错漏掉。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现在这个盘面，这样的话，大家在看录播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复盘了。现在这个指数啊，最近这2天。现在市场中的消息还是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尤其是昨天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昨天标普是跌了2.24%。那么昨天市场在等待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应该是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一个讲话，对吧？那么等待他的这个讲话，但是呢，鲍威尔现在并没有给到更多的想要降息的信息，还是一直说的是，现在的不确定性太多，关税的这个会造成通胀上升，他们还没有打算进场，还没有打算进场维稳，还没有打算降息，说了一堆理由吧，就是老生常谈，老是以这个要看数据，现在通胀还非常高，对吧？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但是呢，另外一面，特朗普又在施压这个美联储主席，说让你赶紧降息吧，降息吧，别再玩正事了，对吧？他天天在推特上发文，在他自己的那个 social media，Truth social 上天天发推文骂那个鲍威尔，所以说鲍威尔的压力也非常大。但现在这个市场比较有意思，我们关注的是合力的表达，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分利，特朗普也是分利，美联储也是分利，我们小散户也是分利，小大机构也是分利，巴菲特也是分利。但是呢，在这些分利里面，我们要关注个别的单独的这个分利，尤其这个分利的力量比较大的时候，之前没有特朗普之前的话，那肯定是那个美联储了，对吧？现在出现了一个抗衡的，特朗普的分利这个力量也非常大，他的一个推文就会造成市场上下翻飞，所以说当出现分利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关注于这个分利的一个力量。那么特朗普的推文我们要关注，然后还有美联储的这个要不要降息，对吧？因为它降息加息对市场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但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特朗普其实是不想他所谓的让市场跌的目的是想把资金赶到那个国债那边去，对吧？他想让大家去买国债，那么他肯定是不希望那个股市涨得太猛啊。然后呢，这个美联储这个分利呢，他现在说啊，我这个市场并不明确，所以我也不想降息。那他不降息的话，市场的有的时候可能资金的流动性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充足，就会造成流动性可能是啊，大家为了这个可能需要卖掉一些其他的持有的一些流动性好的，比如说国债，来补其他的窟窿，那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美联储和特朗普这两个的力量竟然在同一个方向上，或者说美联储这个力量现在可以稍微的忽略不计了，对吧？所以说，那个特朗普这个力量在市场中稍微偏大，它的比重是偏大的，它是大于这个美联储的力量，因为美联储现在是按兵不动，特朗普是明显是偏空的，那么就造成了现在它是明显对市场的这个干扰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造成了现在这个上下翻飞。你会发现现在你看这个裸 K 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一根阳线一根阴线。是阳线、阴线、阳线、阴线、阳线、阴线，就是这种交错的，说明这个市场啊，就是受到这个新闻啊，受到这些推文的一个影响。今天涨，明天跌，今天涨，明天跌，没有一个稳定性，市场非常的躁动，对吧？你想让市场静下来也不容易，毕竟，
这个股票市场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既是长周期的人的一个市场，也是短周期的一个人。你可以做日内交易，你可以做短线交易，你可以做长线交易，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里交易，对吧？所以说短周期的时候它有表现，你看长周期的时候它也有表现，对吧？你要如果看大周期的话，那这个美国是长牛，就像巴菲特他们玩的是长周期的话，那么这一直都是牛市啊，对吧？你所有的调整都不过是短期的回调而已，对他们来说这都是牛市。所以说就看你做什么周期了，最终就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看你做什么周期，对吧？你是做长周期的还是做短周期的？你如果说大的长周期的时候，对巴菲特他们来说，他们看好美国经济，对吧？巴菲特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永远不要做空美国，对吧？他之前应该是巴菲特之前说的，永远不要做空美国。那么他这些大的回档的时候，反而是他进场的位置，对他来说这是长牛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你能不能够做到那种大周期，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资金量，你的一个投资的理念，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我之前也说过，投资其实是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东西。每个人的脾性不同，每个人的这个态度、脾气不同，投资理念不同，背景不同，你想达到一个一个公式化或者万能公式啊，这个公式给到所有人都可以用，那太难了，没有啊，对不对？所有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做调整。你是要做长周期的，还是做短周期的，还是只是做一个日内交易？这是非常非常的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在做这个解盘的时候，或者做这个大家问我一个股票我来分析的时候，我只能是从这个图形上大周期、小周期的利用区间套大概看一下，对吧？那么大周期是什么样，然后小周期是什么样，然后用区间套三套滤网的这个系统。缠论是一个3套滤网嘛，我们用这个3套这个滤网的系统，然后立体的看一下这个交易应该怎么做，大周期怎么分配，小周期怎么分配，仓位不同的分配，对吧？这只能做到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分析，想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匹配于你自身的，这个需要你自己去调的。所以说好多人不懂就要问啊，这个人分析，然后那个人怎么都不一样呢？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每个人的方法用的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对这个市场的理解也不一样，那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说你要想多看一些不同的其实是好的，但你可以通过听别人不同的观点，然后总结出来适合你自己的，这才是每个人应该做到或者长期应该达到的。但是呢，市场这个东西还比较有意思，交易这个东西还更有意思是，它不是一个只用嘴说就行的事儿，它需要你要想在这个市场里面赚钱的话，你想通过这个市场赚钱的话，你必须要真金白银的上。你说啊，我现在看好了，我现在这个位置非常看好，然后还能到这个前高这个位置，我只是嘴上看好，你并不真金白银往里干也没有用。它最后到了这个位置，你只是嘴上痛快一下，对吧？那么你最终的还是赚不到任何钱。所以你想赚任何钱的话，必须要真金白银的干进去，真金白银的进入这个市场，才能赚到钱。这个就有难度了，这个就需要实操了，需要你大量的练习，大量的感知这个市场。为什么好多人说需要练这个盘感？盘感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你对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些这个机构啊、散户啊，对他们进进出出，或者对这个盘面有没有什么感觉？快速下跌的时候你敢不敢买？快速上涨的时候你敢不敢卖？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练习的东西。很多人就是把这个交易简单化，就是简单的一买一卖。其实这里面的学问非常多。你长期下来的话，想在市场里面长期赚钱，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想要达到这个的话，你不经过大量的练习，没可能。唯一一个简单的其实就是定投。你如果说看好美国经济的话，或者看好某一只公司的话，就定投就好了。你每个月买一次，你也不管它是在低位还是高位，你就定投买。那么长期来看的话，你的周期足够长，你是不会亏钱的，或者说很难亏钱，只要你的周期足够长。所以说对普通人来讲，其实最简单办法就是定投。
对吧？你不需要通过市场的震荡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的时候，你不需要通过这些震荡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的时候，你就可以定投，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就是定投指数，定投标普或者定投 QQQ 这些不带杠杆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整体的收益不会比指数差，对吧？你如果说定投跟指数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所以说这是更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这个办法。但是很多人说啊，我的那个养老金呢，或者我的这个401k 已经买满了这些了，我就想用点资金来那个市场里面玩玩个股，也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学一学这个理论了，学一学操作系统了，不论是缠论呢，还是其他的波浪啊，还是什么道氏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你就要学一点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利用这些震荡，利用这些波动，然后把你手里那点资金利用好。之所以要学一点技术分析的目的，就是这个利用这个震荡，降低成本，然后把你的这个资金利用率提高嘛，不就是这嘛，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达到这个的话，那还是那句话，需要练，需要真金白银的进入到市场里面练习。那么现在针对这个标普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啊，从4835这个上涨到5481，这个是3根 K 线，尤其是5481这根 K 线，也就是4月9号这一天，它这个 K 线实体特别大。当天是涨了9.51%，所以说整个破坏了这个结构。那么现在从4835到5481的话，其他的 K 线全在这个 K 线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它不够一比。这是利用严格定义来这个划分的话，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画到这个位置5459的话，也就是说，把4月9号这根 K 线跟4月10号这根 K 线做包含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是够5根的。首先这个是够5根，对吧？但是它没有碰到前面的5540，只是一个4浪反弹。如果说当做一个4浪反弹的话，这里还有一个5，也就是从最高点6147下来，1、2、3、4，还有个5，看看能不能够5之后走反向。那么也可以是5的话，也可以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4835就是一个1、2、3、4、5，这就是浪形里面的5浪了，对吧？这就是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但是呢，在缠论里面，它的包含处理是这么处理的。现在它是这么一个情况，第3根 K 线特别大，然后呢，第4个 K 线是后包含的，就是或者叫前包含，前面这个 K 线把后面这个 K 线包含了。但是在缠论里面的话，它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应该是这样，就是取高点。取的是高点，低点的话取的是低点，所以说包含处理是这样，那么也没有变化，对吧？就是前面这个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变成这样了，那么高点还是在5481，所以说如果用缠论的这个包含处理的话是没有办法分析在日线上这个结构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用日线分析的话，可以先画到这里，画到这个5459，你这样的话。这个第4浪反弹就够比了，因为它够5根 K 线嘛，对吧？它其实是6根 K 线，时间上是满足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现在这里有没有回落一笔，这是在日线上。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到这个高点，看它能不能够，现在只有4根吧，能不能够到 0.5 的位置，甚至到 0.018， 能不能够先回撤够一笔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能够直接上去，对吧？这是在日线上我们需要观察。那么再降低一下周期，可以利用更小的周期分析一下这1-2周的一个时间的一个 K 线。在30分钟上的话，它现在是有结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30分钟。那么30分钟，如果说我们要有2种分析吧，所以这块的结构现在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从这个4835上来之后吧，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一种情况是前面这个3段构成一个中枢，或者说你这是一个1、2、3，可以这样画。你把这个如果说用1小时的话，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吧。1小时的话是一个1小时不够，那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的话，我们来说一下30分钟这个结构。前面这是一个1、2、3段，1、2、3，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上去，我把这个也画成一笔，然后我们说一下它这个情况。这是30分钟的一个结构，对吧？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然后我们再把它递归上到线段，我们把它递归到线段。红颜色的这个是递归出来的线段，那么浅的这个是笔，红的是线段。那这样一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后面这是有结构的。我把这个均线给它先去掉，这个后面这个30分钟是带一个中枢的。那么你看，这段是3根 K 线构成了一个3根构成一笔，对吧？然后右侧进入段2次反弹构成中枢，现在是离开，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结构。如果说你在30分钟分析的话，这样分析的好处就是说，我现在在从5481下跌这一笔的话，它是有一个结构，有一个中枢给我分析的。我可以利用这个上面这个中枢来看我现在的这个强弱度，对吧？在中枢之下肯定是偏弱的，那么看它能不能够拉回到中枢里面去，甚至是这个冲到中枢之上。冲到中枢之上的话，我们再看它能不能够突破前面的这个5481。如果说能够突破5481的话，其实就变成了这样。那么其实就变成了1、2、3段，1、2、3变成了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这个在做中枢，然后这就是中枢震荡，看能不能够离开，这就变成了离开段，然后前面这个1、2、3段变成了进入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它这个结构其实现在是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说不是它，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的震荡空间比较大，造成了这个结构不够标准，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但是我们利用这个30分钟的话，可以现在来做它的交易，对吧？看它能不能够拉回去，拉不回去的话，还是这个小中枢的3脉，那可能要再打一个低点，再次跌破这个5520，这样的话，它也可以递归成一笔了，从这个5481。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那么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2买，看它能不能够上去，还是说要在这里做一个大中枢？就是说，这是一笔上一笔下，也可以在这里再做一笔上，然后再做一笔下，这样的话能够震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中枢，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够打出去，或者说在这里就直接打出去，就看它之后跟随的一个这个力度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一笔反弹能不能够回去先，能不能够回去，然后关注的点就是前面这个小低点，也就是中枢的下沿5385。看它先能不能够拉回去，对吧？拉回去的话才有可能震呢，这样的话还给你个2买，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看它先能不能上去。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再加上前面那个稍微说的多了一点其他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再说几个现在比较动能比较强的。首先说一个这个 UNH， 这个是可能叫什么联合健康吧，是一个保险公司可能是。那么这个公司今天是盘前出了财报，盘前出了财报的话，这个 earning 和 revenue 都是负的，都是亏钱的，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好像它是一个指引的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也比较动荡，它的指引是比较差的，造成了这个一个大跌，现在是跌了22.16%，这个好像关注度还比较高，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讲一下它的结构。其实你要看大周期的话，它的结构其实非常清楚，它在这个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在月线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中枢，对吧？月线上有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中枢，然后这个中枢的那个这个上沿下沿都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边界。那么现在如果说跌破了这个438.5的话，因为前面这里从最高点630下来，从630跌到438.5，这只有4个月，对吧？只有4个月，它不够比，所以说它如果说能够跌破438.5的话，意味着月线上这一笔就够比了，刚好也在这个月线的这个大中枢的下沿附近，对吧？你是可以尝试买一点的，对吧？看它能不能够继续震回去，因为只要对这个大中枢不出现3脉，
它都会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对吧？所以说现在看它这一笔结束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把这一笔画出来，潜在的这个月线上要成笔了，那么就要跌破这个 438.5。那么我们看一下，从630就这5-6个月，虽然说是这个周期是超过5个月的，但是因为有包含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个回撤是不够比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这个结构也是相对的乱七八糟的走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区间套，能够清晰的知道我要分析什么。我们可以从这里断开。那么周线上这个回落是不够的，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了。这是这个最低点 438.5。那么周线上这个回落不够，那就可以从这里画上去，然后到这个高点。那么周线上结构给它变一下，因为它的结构出现了变化，我们要这么画。那我们说一下它这个结构。这个蓝的是周线的笔，那么从630下来的话，这是周线上一笔，周线上第二笔，这两笔都完全满足笔的定义。现在开始走周线上第三笔，就看它第三笔是是不是要完成一笔的结构，还是只是打掉这个 438.5， 这都没有关系，对吧？因为有三段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也可以利用这个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扩展器，我们可以利用扩展器看一下这个潜在的有没有等比例位置啊，或者说有没有背驰的位置啊，对吧？那么它跌到414.3的时候是等比例，跌到414.3跟前面这一笔的空间是一致的。那么现在这一根或者本周的这个 K 线杀伤力还是非常深的，就是说大概率打掉 438.5， 现在看是大概率的事件。打掉 438.5 之后，看它的内部。所以说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这个 606.36 下来这段，就看这两根或者这两周结构。那么在日线上没有结构，日线上只有一笔，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我们从这个606.36断开看一下它的这个，现在是有5根 K 线，但是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所以我现在目前看是打掉这个 438.5 的话是大概率，但是不知道哪天了，对吧？那么可以是下一周，也可以是下一个月，对吧？它可以完全在这里先弹一下再下来也可以的呀，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5根 K 线的内部，它小周期上5分钟上这里肯定是有个中枢的。1小时看一下，一点点往下看，1小时是3段没有中枢，30分钟这个最高点下上下不够清楚，15分钟上应该有结构了。从这个最高点，好的，把这个最高点标出来，606.35， 15分钟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中枢，上下上，对吧？你用5分钟看也可以，5分钟上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中枢。那么15分钟上、5分钟上两个这个结构，这两个级别是大约相等的，所以说就看你用哪个周期来看，区别都不大。那么我们就15分钟上来看这个结构，进入段上下上下，对吧？一个清晰的中枢开始走离开了，这是我们的模型里面的小 B 段，对吧？上面这个是大 A， 然后前面这是小 A， 现在是走模型的大 B 段，小 B 段 ，sorry， 这是模型里面的小 B 段。它要开始有反弹的话，那么在这里可以做出来一个大 B， 模型里面的大 B， 然后再打一个离开，那就可能跌破前面那个 438.5 那个位置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结束日线上这段下跌了。所以说现在就看你要不要做这段反弹。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从这个起跌点，你可以拉一个黄金分割位置。假设 448.01 这个位置是这个潜在的这个短期的一个最低点的话，那么看它能不能够弹一次，弹到504啊、521啊、538，都回不到这个中枢，都是3卖，回不到这个中枢都是3卖，你还要再卖掉，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再下来，对吧？这样的话可以再次打掉这个 448.01， 就做一个盘整背驰，然后再上去一次，然后再下来，这样的话就会荡出一个中枢来。所以说它现在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种大的跳空缺口下来的这种这个反弹有时候会非常弱，有的时候连这个最浅的这个位置都不碰，
直接就给你来个背驰，然后再弹一次，然后再下来，就这样做中枢。所以说有能力你就做，对吧？有能力你可以去搏一下这个反弹，然后这个反弹的比较弱了，在这个位置再卖掉，甚至去做空它，然后等待大家再次做这个盘整背驰的时候再进，然后再看它反弹，就一段段吃。缠论就是一个最好的分段交易理论，对吧？就是 swing， 叫英语里面就是 swing trading， 就是一段波段交易嘛，对吧？所以说就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做那个。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下来的，它是没有背驰的，所以你要做这个的话，就是刀口舔血。最好的当然是出现背驰之后做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小周期上。那么也就是说，日线上这段现在你不能说它结束，它完全是可以在15分钟上这段，它在15分钟上开始做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枢，两个中枢结束之后，然后再打一个低点，那就有可能跌破这个 438.5 之后，它的日线可能饱满了。或者说它的次级别就是15分钟上那个级别饱满了，才可能结束日线这笔。日线这笔结束了，然后可能弹一下，可能继续下，对吧？所以说所有的交易的时候都是看你要交易什么周期的，然后那个周期的结构饱不饱满，不饱满的话可以继续延续它的这个走势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15分钟没有下跌的趋势，结构不够饱满的话，它可以继续跌。所以说好多人想抄底，那你要等2个中枢的时候你再抄的话，可能的话那它结束就这段结束的概率更大一点。所以说可不可以抄底？可以抄，前提是它的结构要够饱满，就是有2个，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有没有2个小中枢，或者说在你交易的周期上，你如果说想抄底的话，就看它有没有小中枢，就看它的结构上有没有2个中枢就完事了。有1个中枢也可以结束，但是小周期的话尽量是有2个中枢，尤其是比如说1分钟到15分钟这个周期，这3个周期尽量是有2个中枢，这样的话它结束的可能性大。如果说你要在日线上找2个中枢的话可能比较难。你看比如说这段，比如从630跌到这个 438.5， 在日线上的话你想找2个中枢很难呢。我们把这个日线上它最后这段给它画一下，它是结构是也比较简单，我们给它画一下。那么它这个位置回撤的话，严格定义是不够比，但是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可以当成这个结构用，这样的话就有中枢。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里就是有一个中枢，日线的中枢，或者日线的比中枢，对吧？日线的比中枢，这是630，这个是3笔构成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3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这个中枢结构就是一个盘整下，这就是一个盘整下，结构是比较饱满的，有进入段，有离开，然后有中枢的这个构成，对吧？它不需要2中枢。在日线上想要找到2中枢的话，在前面这里有。我们再看前面这段，从436涨到630，它就有2个中枢，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下上下，然后前面这个中枢的结构在这里，然后这里又有一个下上下，又构成了一个第2个中枢。所以说它上涨的时候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上涨的时候是2中枢趋势上，同样的空间，我用下跌的时候我只需要1个中枢我就跌回来了。但是呢，这是一个上涨走势类型，这是一个下跌走势类型，这是一个或者叫盘整走势类型，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趋势和盘整的这个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你可以有2个中枢，也可以有1个中枢，它俩的级别是相等的，如果说只是3笔的这种结构的话，也是同样的空间的话，那么3笔由笔构成的这个空间，它的等级，它的级别是小于由中枢构成的这个走势类型，这是有区别的。但是呢，由越简单结构构成的走势类型，它的动能越强，结构越简单，动能越强，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做结构的时候喜欢做那种浪形的结构，或者叫奔走中枢的，就这样1、2、3、4，就是以浪形的模式快速往上走，它不构成，不在这里纠结做中枢，那说明它的结构越简单，那么它的这个多空的这个一致性越强。什么叫多空的一致性越强呢？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大家都一致，多头也看多，
空头也不敢做空，那么它的这种结构就会非常简单，对吧？它的拉扯性就会非常小。那这样的这个图形是你要做多的话是最美的，你要是做空的话，肯定是下跌的时候是浪形的结构，这种是最美的，对吧？因为多头不敢做多，空头是一直做空，有反弹就做空，有反弹就做空，那么肯定说明多空的看法是一致的。结构越简单，说明多空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个是在这里需要说一下。那么针对这个的话，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周期、小周期，然后又利用它前面的这个结构，分析了这个走势类型，这个趋势走势类型和盘整走势类型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是中枢的类数，中枢的个数。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联合健康。我们再看一个这个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 Netflix。Netflix 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它是盘后要出财报啦，4月17号盘后。那么 Netflix 的财报啊，一般这个震荡是比较大的，它盘后一般能达到20%，比较剧烈的时候是20%、15%都是比较正常的，对它来说。它平时的波动反而不是很大，但是盘后的这个震荡是非常大。那么我们看这个 Netflix 这个结构也是非常牛，这个是看一下月线。那么月线上的话是这个这里是做了一个月线大中枢，这里是有一个月线大中枢，然后从162.71其实走一个离开段，对吧？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这个162.71上涨的这个结构有没有结束，从162.71上涨有没有结束？这里是出现过4个月的回撤，但是不够比，这些都不够比，对吧？这段也是，你会发现那个 Netflix 受这个关税的影响非常小，它从最高点到现在的价格只跌了8.37%，对吧？比指数跌幅要小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抗跌的。那我们要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先看一下这个周期是不是都添加上，都有。那么我先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有没有结构，对吧？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画了一个分割线，从162.71，那么162.71的这个周线上。我们在下面已经画出来有一个中枢了，这是也是3段构成进入段，然后又是一个3段离开，又构成进入段，然后现在在上面这里开始做第2个中枢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分析那个联合健康的时候，我们刚才分析联合健康那个趋势走势类型的时候用的是日线，那么在周线上 Netflix 一样的，对吧？结构是方法是一样的，你学会了一个方法，你学会了缠论的话，任何的图形都能分析，因为你的分析方法一样，这就是缠论。大小通吃，对吧？这就是它牛逼的地方。那么在周线上，现在是大 A 中枢，现在在这里开始做大 B 中枢。那么这个大 B 中枢的话，又出现了底分型了，这里起码有希望能够打出去离开，甚至是再次突破这个1058，也就是前高。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这个最低点不能被跌破，也就是821.1不能够被跌破。如果说今天这个盘后出现的这个财报或者说它的指引不够好的话，它可以再次跌破821.1的。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到这个821.1有多大的空间？15%，对吧？我刚才说了 ，Netflix 的震荡空间在20%上下都可以的，所以说再次打掉821.1没有问题啊，对吧？但是呢，打掉821.1的话，它可以是1058下跌延续。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扩张三角形了，或者叫扩张中枢，或者叫喇叭口。传统理论管这种叫喇叭口，就是越震它的空区这个范围越大，类似一个喇叭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其实是比较难操作的。你像前面这个明显是一个收缩的，对吧？这个是明显一个收缩的，它这个高点出了一个新高，低点没有出现新低，这种是比较好做的。那么出现喇叭口的一般会出现在第2个中枢里面，就是 A 中枢容易形成一个收缩三角形的这么一个中枢，第2个大 B 中枢是容易形成喇叭口的，这是就是简单来这么说。但是呢，每一只股票都不一样，每一种情况也不一样，对吧？这只是说出现一个最坏的情况，再次打掉821.1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财报也非常好，指引也非常好，它的这个订阅人数特别多，然后它的这个要这个节目在各个国家可能有很多要新的节目要那个排上日期来，那么再次突破1058也没有问题啊。那么看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9%，对吧？所以说
你要么是上去9%或10%，然后要么就是下来15%。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期权也好，利用其他能够两边都做的一个策略。期权里面这种策略应该非常多。赌单边的话也可以，但是你要有非常强的把握，或者说你因为那个盘后交易，期权应该是不能够盘后交易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走单，你如果压的单边，然后你又在盘后不能交易，那么这个损失你要自己能够承受，对吧？但是呢，交易往往是有一点点个人倾向的。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个人倾向是向上可能性高一点，还是向下可能性高一点？因为现在在周线上已经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了，而且是一个强的底分型。什么叫强底分型呢？我这个在之前的直播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什么是强底分，什么是弱底分，对吧？我们在这里再简单的这个复述一下，这两个都是底分型。那么底分型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一根 K 线叫第一元素，第二根 K 线叫第二元素，第三根 K 线叫第三元素。如果第三元素突破了第二元素的高点，那么这个底分型就形成了，对吧？两种都形成了。如果第三元素的高点突破了，我们把这个底分型给它稍微画的往上一点。如果第三元素的高点突破了第一元素的高点，这个底分型就叫强底分。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弱底分。弱底分和强底分的区别，或者说它的指向性是什么呢？指向性就是说，强底分更容易出现一笔反弹，弱底分更容易形成一个中继底分型。也就是说，前面有一个下跌，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底分型。如果说是一个弱底分型的话，它可能更容易是一个中继底分型，可能延续下跌。那么强底分型的话，更容易形成一个真正的底，它有可能反弹一笔，就这么点区别，对吧？但是我们看这里还没有完全形成强底分，只是能够说偏强。为什么说是偏强呢？因为这个第三元素，因为它其中有2根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形成了这个叫第二元素。第一元素在这里，第一元素的高点在这里呢，在1000，它只有突破1000的话，才会形成强底分。所以说现在这个只能是说是偏强的一个底分型。那么因为今天有财报的原因，所以说财报会决定这个底分型是一个真正的强底分，还是说只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对吧？那么这里已经形成底分型是确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次级别，也就是说，如果说要是向下延续的话，我要看一下这些 K 线的一个内部，看一下日线上。也就是1064.5下来之后的一个日线上，日线上是一个3段。那么3段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力度，先看一下这3段有没有可能结束，对吧？它之前等比例是在788.7，也就是说这3段如果说跌到788.7的时候是等比例，它没到直接就上去了，说明有背驰了，这里有背驰，跟前面的面积也有这个缩减，说明 MACD 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是背驰了。那么在当下的时候，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进一点，对吧？也就是做这一笔的反弹。那么现在这一笔反弹也给到了，那么这笔反弹给到之后，我们再看它。这里是可以有一个反向的日线中枢的，就这个位置。那么这里是可以有一个反向日线中枢，这是进入段，一笔反弹，2次反弹之后可以再继续下，也就是再次打掉821.1，也就是说在周线上那个底分型可以变成一个中继的，从1064下跌延续，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日线上分析的。那么就要跌破821.1，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呢？看一下这个日线上最后这一笔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的结构，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往上去。如果说它的内部结构不够饱满的话，那就可以往上生长。如果说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很饱满了的话，那这段就可能结束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它的小周期的原因。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的话，以这个最低点1小时上这里回撤不够比呀，但是呢，它是一个3段。这是1、2、3、4浪回撤。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的结构，给它画一下。这是第2浪回撤，这个回撤不够比，一笔就到这里了，到最高点了，然后这是回撤。所以说它在1小时上是一个现在已经走第5浪了，这是一个上下上下，这是第4浪回撤，现在走第5浪。那么这个第5浪现在已经够比了，
将将够笔，刚刚够笔。所以说，结构相对的说不太饱满，因为它是一个浪形的结构，对吧？这个五浪完全是可以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历史最高点1064，可以直接是一个跳空缺口，直接去突破这个1064，也就是10%左右的一个空间，也是可以什么呢？那么这个因为第五浪已经结束了，如果说这个盘后的这个情况不好的话，那么就是一个1、2、3结束，然后走反向，这就变成了一个1小时一个二脉，对吧？日小时一个二脉的话，你也可以用反向的测一下这个潜在的位置。如果说这个第五浪到这里结束的话，那么起码要跌破这个932，因为跌破932的话，意味着不背驰，对吧？可以一直到这个905去了。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位置测一下，如果说到932的话是4.54%，如果说到这个1.618的话是7%，对吧？也符合这个Netflix 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它会非常大，它可以完全是再次跌破前面这个821这个位置。所以说呀，因为它的1小时上结构已经有第五段了，它这个第五段可以在这里结束，也可以往上走。所以说呀，做单边的话难度是大的。这个 Netflix 如果说你压单边的话，那么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真的是一个是可上可下的那么一个结构。好的，那么呢，具体怎么选的话，那就看你个人了，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然后我们来看，有朋友开始提问，这个 Shirley 朋友问，分析一下 OXY， 也就是这个，他说是巴菲特的持有的石油股，对吧？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巴菲特好像是对这个 OXY 的话也是买了好多，但是好像也没有达到一个叫什么玩意儿，没有达到一个想要把它买断的一个意思，对吧？只是一直在买它。他之前说过，好多人好像也问过他，但是他买这个 OXY 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对冲那个通胀，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油价并不高啊，已经被特朗普用嘴把油价打下来了。现在油价的话，这个原油 WTI 的话，现在是在63，并没有像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已经冲到100多，对吧？现在是在63偏低的位置，所以说油价并不高，那也就造成了这些跟石油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股票的一个下冲。那么在这个 OXY 我们之前看过，它在大周期上一直没有突破这个趋势，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线。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线，一直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对吧？没有破坏这个结构。这个趋势线在大周期上是非常好用的，就是尤其是周期越大，趋势线越清楚的话，它这种阻力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因为在这种大周期上，你想突破这种趋势线的话，你需要大量的资金往上顶啊，因为好多人都被套在这个位置了，对吧？被套在这些位置，你如果想突破这个趋势线的话，你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人就解套了呀，他都被套了这么久了。那么要突破的话，它肯定卖啊。那么如果说卖压大，你的资金量不够大的话，是可能是，你像这里就出现过很多次的上影线，上影线非常长，就是因为这个趋势线的原因。那么它现在又下来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现在这个结构的话，是我现在看的周期是季线，季度的周期。我们从最高点给它看一下，从113.08看一下。这个反弹这笔是够，我们是这样画，第一笔给它画到这里，只有3根，先画到这里这样看，然后这里是反弹够一笔，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季线的中枢，然后它又下到这里，再反弹再下来，对吧？一旦这样画完之后，因为有中枢了，我们就好分析了，这里是有一个季线的一个大中枢，对吧？那么它从这个最低点10块钱的时候。又拉回到这个中枢，但是又受压于这个季度的那个趋势线的一个压力，现在又回来了。你也可以从这个前面这个高点测一下它回来这个位置，刚好是踩到了0.618，你看到没有？巴菲特老爷子控盘控的多严实，你如果说挂单的话，刚好能挂在34.73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它最低点34.78，你挂在34.73的话是买不着，它是。那个往前了一点，你挂在35的话，刚好买在基本上一个小的这个尖上，这是针对这个季度上。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段结没结束，对吧？只有这段结束了，那我们就可以上涨了。
之所以股票可以用不测而测的这个办法来分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变化少，它是下跌结束了就要上涨，上涨结束了就要下跌，下跌结束了就要上涨，上涨结束了就是下跌，它就是上下相连的呀。为什么可以做分段交易呢？它就是分段交易，它就是分上下相连的这么一个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做波段的原因，它就是上下相连，上结束了它就开始出现下，下结束了就开始出现上，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这个下结没结束，对不对？只有下结束了我才现在这里买，就是拐点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分析这个结构呢？就是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可能结束。我们做的是延续的钱，如果说它下跌延续的话，你这里做多的话，那你肯定要亏钱。如果说这个下跌结束了不再延续，那么你做多的话就会赚钱。看一下月线上，把前面这个黄金分割这个线给它去掉，这样的话结构能够清晰一点。这个月线上这里有过一次反弹，但是呢结构不够很清晰，你可以当成一笔下来也可以，也可以当成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有进入段，然后构成一个中枢，有一个离开，对吧？它的周线上可能更清楚。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因为在这个结构不够更清晰的时候，我肯定要找这个更清晰结构的这个位置来分析了，对吧？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这是从最高点有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个中枢的内部震，这里还是一直震，然后这还给了一个周线三脉，我们把这个周线三脉给它标出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位。周线上给了一个三脉，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是周线上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周线上这个三段有没有结束啊，对不对？现在有背驰的迹象了，这个是这里应该从这里开始分析，因为这里还弹了一次，周线上在这里还弹了一次，所以说这个是起跌点。那么这是三段，我们再用扩展器比较一下这个力度，每道等比例在 33.62， 对吧？这个位置现在有潜在的要出现周的底分型了，这个现在这个 MACD 也是开始偏弱，对吧？这是这个周线上给到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又变了，那么利用区间套，我要看这段下跌有没有结束，对吧？只有这段下跌结束了，我才能做多呀。如果说这段内部的结构不够饱满，你现在做多就是逆势啊，对吧？什么叫顺势操作？我们的操作叫顺大逆小。什么叫顺大逆小？就是顺大势逆小势。大势如果说是大的走势，如果说下跌的话，那么逆小势就是反弹的时候我做空，这就是顺大逆小。所以说要看一下大的结构是一个什么结构，是不是有背驰。那么大的结构有可能结束了，我这要逆着它的小势，那就是说如果说小周期在做下跌的话，我要做多，这就是顺大逆小。看一下这个这段周线上这段下跌的这个内部 53.2 跌到 34.78， 它的内部结构，它的结构现在也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中枢，日线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中枢，对吧？也是一样，进入段离开段，我们现在目测的话，离开段是长的，对吧？离开段比进入段的空间是大，我们用这个工具测一下，比较一下，对吧？跌到了 0.618， 都跌破了 1.618 了，说明这个离开段没有背驰，这是进入段。离开段没有背驰也可以反弹，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小周期内部出现了这个，你要么是小周期上有结构饱满了，要么就是一个小转大，对吧？两种情况是可以出现。我的本周期，现在周期是日线，看后面的这个水印，水印的话是日线，日线上没有背驰这段，之所以出现反弹，是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的结构出现饱满，出现反弹，对吧？那么也可以是小转大。什么是小转大呢？就是这个的背驰它没有背驰，但是出现反弹了，说明它的小周期出现了一个二买。一般小转大是需要用二买来抓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5-6天的结构上有没有二买。它的次级别1小时上，这里明显给了一个二买，看到没有？这里明显给了一个二买，日线上给了一个二买之后，还是在日线的这个二买的这个进行中。我们把日线的这个1小时啊，这是1小时上给了一个二买，然后这是1小时上的结构，是一个1、2、3，对吧？这是一个1、2、3段，1小时上给了你一个二买。
那么1小时这个二买你进没进，那就看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或者说你对这个公司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或者你持股的一个周期。我先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空间，没到等比例，说明现在偏入。这个第3段现在偏入，还没到等比例呢，没跟前面。如果说到了等比例，然后内部结构很饱满的话，那就可以再下来。看看做一个1小时的中枢之后能不能够上去。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进场，而是等待它，因为现在已经走了挺远了。看它到这个位置之后，因为现在这个1小时上没有结构，但是它的1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对吧？15分钟上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现在开始走15分钟的离开，对吧？如果说15分钟这个离开能够顶到416.69的话，那就说明进入段跟离开段有可能有背驰了。我们在这个周期也可以比较一下它的15分钟的进入段跟15分钟的离开段，刚好在这个位置 41.32， 离这个1小时的等比例是在 41.69， 基本上很接近的位置，就是41附近吧。如果说它能够突到41附近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要做短差的话，可以先卖一点，因为它的结构太复杂了，跟前面这一比较的话，对吧？所以说到了41附近先卖一点，看它再回来做中枢，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再上去。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利用这个1小时这个周期做一点短差。那么这就是说1小时上这个，如果说能够上去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回不去的话，还是3卖。你可以用这个起跌点测一下。刚好又是一个离41附近很近的一个位置 40.78， 对吧？如果说能够突到 40.78 的话，上不去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反弹就结束了，就是一个3卖，看它能不能够回来给一个2买，甚至是再次打掉这个前面的 34.79， 那就会出现盘整背驰。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多买一点，那么出现2买的话也可以少买一点，因为出现2买之后有一种情况是快速上升，出现一个不背驰3段，1、2、3。不背驰的话，那这个位置你也要买，对吧？那还有一种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落给2买了，但是给的很弱，可以浅浅的突破这个前面的小高点，但是没有力度，也可以不突破它，甚至不突破它更弱。那么这样的话就回来做中枢，那么前面是大 A， 在这里做大 B， 还可以再次打掉前面这个低点，对吧？所以说就看你要哪段，就看你要做哪段，是做日线的这笔反弹，还是做1小时的这笔反弹，还是要吃回来这段，就看你的取舍了，对不对？所以说呀，做交易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要告诉你这个股票到底怎么走，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走势是通过小周期的一点点的演变，一点点的生长出来的。没有人能告诉你下一秒它要发生什么呀？下一秒如果说突然出了一个推文，巴菲特要买断这个 OXY， 那直接20%上去了。或者下一秒出来，这个公司可能出现了一个财报的预警，它马上要出财报了，5月7号提前明天或者下周一出一个财报预警，说我们的这个有可能那个财报可能不太好，那可能下周一直接一个跳空低开就跌破了34.79，对吧？所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是谁样，只能说你的一个交易的时候你要做哪段，你的做交易的周期，我做的是1小时的周期，还是做日线的周期，还是做的这个大的季度周期，对吧？你要选好你交易的周期，这是第一个，选好你的交易周期，我要做哪个周期的，我清楚的知道是做的小周期的一个反弹，还是做一个长周期的一个配置的仓位，对吧？那么这就不一样了呀，我长周期我可能越跌越买，越往回一下，我越有回落的时候，我可能越要加仓。那么有反弹的时候，我可能都不动，因为我的大周期可能是看的是这个要看突破前面的113的，我可能要拿个50年、100年的，对不对？那么每次大的回落，我反而是买的时候，就看你的周期，然后再利用你定好周期之后，再定你的这个仓位，对吧？如果说我只是交易1小时这个周期的话，那我可能只用个5%的玩一玩，对吧？上去了我卖掉，回来了我再买回来，然后如果说有底仓的话，那就这样的话就利用这种短差把我的持仓成本降低嘛。这样的话，它如果说从这个现在的价格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 8.52 的话，如果说你成本够低的话，我也能够抵抗这种震荡。
现在的这个是再跌个78%，不知道巴菲特老爷子的这个成本在多少。但是如果说他的成本不够低的话，这么一个深的一个回撤，前面这里跌了多少？56%吧。这么大的回撤，如果说你成本不够低，那么你是拿不住的。为什么人家巴菲特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拿得住啊！你看他还有分红的，不知道是每个月有分红还是多长时间有一次分红。他长期持有，他是有分红的，他的资金量大，他的那个分红可能足以让他拿得够久啊。他是不是干拿，对吧？他长期持股不容易的。为什么说想长期持有一个股票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对你的心理考验，对你对这个股票的认知，其实都非常的讲究的。好的，那么针对 OXY 的话，我能给到的建议就这么多了。具体怎么选的话，就看你个人。很多人也可能说，那你这个分析好像分析来分析去，好像跟没说差不多呀。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你会发现。但是其实不一样的是，我可以，因为好多人想找一个绝对性，就是绝对的赚钱，或者说绝对做空，我能够这个一定把它这个做空给它空下来。想要找一个绝对性，市场里面没有绝对性，任何一个位置进场，你如果说把控不好的话，都可能赚，都可能亏钱，对吧？没有绝对性，这就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想要找到一个绝对性啊，这个技术分析分析的好，这个大牛分析的好，肯定绝对赚钱，你跟他就赚钱，哪有绝对性啊？如果说我的分析能够100%让你赚钱的话，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些东西？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全仓去干去呢？对不对？当然了，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其实也讲过很多次，我之所以你看我的观看量其实很低的。但是为什么我还能坚持？已经做了2年多了，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在给别人分享缠论这套理论的同时，我能够做到自身的一个提高，我能够对这个理论更加的通达，更加的通透，更加的知道应该怎么选能够更适合我自己，怎么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更符合自己的一套习惯的或者性格的这么一套操作系统。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只是对别人好，而不对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不坚持不下来的。我如果说为了那么一点点的点击量，为了那么一点点的什么广告费，我不可能做2年的。你去看我的视频，很多只有可能几十个的观看量，而且花那么大的功夫，怎么可能做得下来呢？对不对？这太可笑了吧！这个人可能为了这个几十块钱或几块钱的广告费，然后每天花1个小时在这做，我有那么多闲工夫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在分享缠论、分享这套交易系统的同时，对我自己的自身是有个很大的提高的。这么通过这2年的这个高强度做视频，我会发现我对我的交易系统我更清楚了，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周期，我应该要什么样的这个结构。我应该分配多少的仓位，在给别人讲明白的同时，我自己也更清楚了。就在你最后，很多时候你在你的交易、你的认知达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你想要提高的时候，你需要可能千锤百炼的要练习，或者说要跟大量的这种讲述的时候，可能更好的一个梳理，对你的这个理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梳理。所以说我才能坚持一直做个2年多的时间，对吧？所以说不可能对我一点好处没有。所以说，你在这个给别人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那这种才能够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我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缠论这么一个好的一套交易系统，对吧？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大家也能够学到，然后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或者说更懂交易，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可能多说几句跟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不太相关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分享。那么时间来到了美东时间12点，虽然说今天的这个分析并不多，因为我们我的时间也有限，对吧？也不能说为了大家或者为了我自己更多的梳理要浪费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我只有1个小时今天。那么已经到了我们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因为周五没有这个直播，那么我们再次跟所有人分享的时候就只能是下周了，对吧？那么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这个复活节快乐。